絕密的中國地下核工程，一座山被挖空，世界最大的人工洞體可容納20萬人。根據目前的公開資料和吉尼斯世界紀錄等權威認定，世界最大的人工洞體是位於中國重慶市涪陵區的816地下核工程，它主要為制造原子彈提供核原料。6萬人花了18年，幾乎是挖空了一座山，建了一個地下城。816工程總占地面積45.2公頃，其中的主反應堆大廳高達79.6米，相當於20多層樓高，拱頂跨度極大，視覺衝擊力極強。裡面工廠、商店、醫院、學校、電影院、幼兒園一應俱全。816洞體可以預防100萬噸當量氫彈空中爆炸衝擊和1000磅炸彈直接命中攻擊，能抵抗8級地震的破壞。2010年，816工程首次作為景點向游客部分開放，是中國第一個解密的核反應堆。今天我將遊覽拍攝重慶816工程，從涪陵城區出發，車程近20公里才能抵達816地下核工程。如今這裡已經建設成為一個市場化的景區，遊客中心的前面修了一些懷舊風格的打卡點，比如供銷社、部隊服務社，重現了備戰備荒的宣傳畫和艱苦奮鬥、吃苦耐勞的宣傳標語。門票價格50元，再加電瓶車票10元，再加擺渡車票5元，一共是65元。其中電瓶車票和擺渡車票引發了許多遊客的詬病和抱怨。乘坐電瓶車之前，看到了816工程的入口，入口開門並不大。50多年前，先后是有6万多名建設者，為了響應黨中央3線建設的號召，就來到了這山高嶺立、人煙稀少的地方，進行了一場鮮為人知但規模極其浩大、長達18年的工程建設。工程是於1967年開工到1984年停建，其中光是挖洞就挖了8年，安裝設備又花了9年。在1984年完成了全部土建工程的85%，安裝工程的60%。然而在这整个工程接近尾声的时候，由於國際形勢的好轉和經濟戰略的調整，工程就被中央軍委給緊急叫停。這劇裡它其實是並沒有正式投入到生產使用當中的，各位有沒有擔心裡面會有核輻射之類的？現在我們就是要通過左側的樓梯下到今天的第一站。樓梯狹窄，各位請有序通過，注意腳下安全。各位請有序通過，注意腳下安全。上请盡量不要錄全程哈。然後這邊稍微停留一下，等一下後面的朋友人背後往裡面進，喜歡拍照的可以拿手機先拍拍照。它是一直連接到烏江，從烏江直接提水到我們工程裡面來。這個引水洞它就是負責我們整個工程的供水系統，它是通過安放在江邊的8台原漿水泵，自流供給工程內部的反應堆3回路以及129空調冷卻水。如果我們的8台原漿水泵它同時啟動的話，是可以抽掉枯水季節白濤段烏江水的1/3左右。當年我們這個引水洞它是由一個加強團3000多名戰士在這裡。816工程遺址位於重慶市涪陵區白濤街道，緊鄰烏江，背靠武陵山。1966年由中央軍委周恩來總理批准建設。該工程打山洞用時8年，安裝設備用時9年，總投資7.46億元人民幣，先後投入6萬多人參與建設。工程歷經急建、緩建、停建和轉產4個階段。1984年因國家戰略調整，工程停建。
2002年，國防科工委同意對816工程解密。816地下核工程軸像疊加，全長20餘千米，完全隱藏在山體內部，洞內冬暖夏涼，四季恆溫。總建築面積10.4萬平方米，主洞室高達79.6米，拱頂跨高31.2米。洞內有大型洞室18個，道路、導洞、支洞、隧道及豎井130多條。建築布局宛如迷宮，洞中有洞，洞中有樓，樓中有洞。1958年中蘇決裂，1964年8月2日北部灣事件爆發，美國驅逐艦馬克多斯號與越南海軍魚雷艦發生激戰，並延燒到中國南部地區。毛澤東隨後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2次指出，中國經濟命脈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區，不利於備戰，各省要建立自己的戰略後方。20世紀60年代，國家決定在大後方西南地區建一個核工廠。但是當時的工作人員他们并不生活在這洞裡面，他們住呢是住在我們外面的山上，當時是在我們對面山上搭建了一些營房，外面是生活區域，這洞裡面就只是辦公場所了。有關部門多次考察論證後，在重慶涪陵白濤鎮選址。為了保密，從此白濤的地名也隨之從地圖上消失。1966年，周恩來批准建造中國第2個核原料工業基地816軍工洞，即為製造原子彈提供核原料的地下核工廠。此工程被列為絕密級軍事機密。1967年2月，工程兵第54師所屬的3個團入川，承擔起816工程的建設任務。1970年，第54師參加抗美援越的一個團和留在酒泉基地的一個團全部歸建。隨後又有負責架橋鋪路、建廠房和住宅區的建築公司，涪陵區縣調配的萬名民工，加上從全國徵調的人才和老廠轉調的技術尖子，也近萬人進駐。1984年，因國家戰略調整，工程停建。停建時，工程已完成85%的建築工程，65%的安裝工程，總投資達7.4億元人民幣。再後來，816工程中的極小一部分洞體被中國核工業建豐化工總廠作為物資倉庫加以利用。2002年4月8日，國防科工委以科工密辦。2002 14號文同意對816工程解密。2010年4月，816洞體工程的部分區域開始成為旅遊項目。简单说就是目前这个核工厂它都是自然通风的。那麼我們現在呢就是要進入到103開工排風中心裡面，也就是大家剛剛在航拍圖上看見的那個大煙囱的下方。換個人吧，媽媽累了，媽媽累了，媽媽累了。
水下40米的博物館，乘坐91米的扶梯直達長江底部異世界。輕軌開進大樓，在防空洞裡吃火鍋。重慶被人們稱為8地城市，確確實實是存在許多的奇觀。重慶白鶴梁水下博物館是世界首座非潛水可達的水下遺址博物館，它位於重慶市涪陵區長江岸邊，採用獨特的無壓容器技術，讓遊客能在水下40米深處，透過觀察窗清晰觀賞到原址原貌的千年石刻題記。門票價格50元。地面陳列館裡，這塊像魚的石頭是博物館裡的鎮館之寶，清嘉慶年間的線刻石魚。這塊石魚確實非常震撼，長3.1米，寬1米，重達3.5噸，是真真正正從白鶴梁原址上打撈上來的一塊巨石。它雕刻於清嘉慶18年，魚鱗、魚鰭、魚眼都栩栩如生。這塊石魚以及上面的字和圖案是由清嘉慶年間的福州最高行政長官周穆章师範主持刻制的。乘坐長達90米的電梯下行，穿過138米的水平廊道，透過23個圓形觀察窗，可以近距離觀看沉睡水中的白鶴梁題刻和石魚水標。梁上記錄了自唐廣德2年，也就是公元764年以來1200多年的長江枯水水位資料，是極其珍貴的水文史書。白鶴梁被譽為水下碑林，匯集了唐、宋、元、明、清、齊近代300多位文人雅士、名家大儒的墨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書法名家包括黄庭坚、朱熹、朱昂等。馆內採用無壓容器原理，通過過濾後的長江水注入保護罩，保持內外水壓平衡，開創了全球水下文物保護的範例。在三峽工程蓄水之前，白鶴梁位於長江涪陵段的江心。它有一個非常獨特的自然規律，只有當長江枯水期水位極低時，它才會露出水面。古人正是利用這個規律，在石梁上刻下石魚作為水標，記錄枯水水位。過去，人們必須等到冬天枯水期才能看到這些題刻。隨着三峽大壩的建設，庫區水位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三峽工程蓄水後，白鶴梁原本的位置常年處於水下40米左右的深度，不再隨季節消落而露出。如果不採取措施，這道珍貴的水下碑林將永遠沉睡在黑暗的江底，且面臨江水長期沖刷和微生物侵蝕的風險。為了不讓國寶消失，國家決定在原址上修建一座博物館。這裡用到了非常厲害的無壓容器原理，在白鶴梁上方修建了一個巨大的鋼筋混凝土保護罩體。罩體內注滿經過過濾的長江清水，並保持罩體內外的水壓平衡，這樣既防止了外部渾水沖刷文物，又讓文物依然浸泡在水中。許多遊客應該有和我一樣的擔心，就是身處40米深的水下會不會缺氧。我們在參觀時其實是進入了這個保護罩體內部的廊道，透過玻璃窗觀看題刻，而不需要真正的潛水裝備。廊道內部是一個獨立的空氣環境，和陸地上的建築一樣，有完善的空氣監測和循環系統，會持續監測溫度、濕度和二氧化碳濃度，確保空氣質量。還有一個更揪心的問題，身處40米的長江水底，如此巨大的壓力，罩體一旦坍塌，罩體裡的人基本沒有生還可能，這種風險有多大？答案是，這個罩體經過了極其嚴苛的工程設計和科技保障，發生坍塌的風險微乎其微。這主要得益於它巧妙的無壓容器設計和一系列頂尖的工程技術。坍塌的擔憂主要來自外部巨大的水壓。在水下40米深處，一個空心建築確實會承受巨大的壓力。工程師沒有把罩體內部抽乾，而是灌滿了經過過濾的長江水。這樣一來，罩體內部的水壓和外部長江的水壓基本保持一致，內外壓力相互抵消。罩體本身就像一個在水下失重的容器，不再需要硬扛巨大的外部水壓，從根本上解決了結構受壓坍塌的風險。這個罩體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堅固的鋼筋混凝土拱形殼體，它就像給白鶴梁蓋上了一個堅固的金鐘罩，其結構強度遠超普通建築，足以應對水下環境的各種挑戰。博物館建立了一整套動態平衡數據庫，通過自動檢測與控制系統，24小時不間斷地監測罩體內外的水位、壓力、流量等關鍵數據，確保無壓容器始終處於穩定、安全的狀態。從涪陵回到重慶城區，第一站是去參觀網紅打卡點輕軌川樓，它就是重慶2號線的李子壩站。
列車直接鑽進一棟19層高的商住楼裡，從6樓到8樓穿過。列車在樓內運行，樓上樓下住着人。有個冷知識，這其實是樓軌共生。大樓和車站是同時設計、同時建設的，並不是先有樓後修軌，也不是先有軌後蓋樓。為了不讓住在樓裡的人感到吵鬧或震動，設計師採用了棧橋分離技術，支撐輕軌的柱子和支撐大樓的柱子是完全分開的，互不干擾。這其實是重慶人逢山開路的智慧體現。重慶地形複雜，山高路不平，土地資源非常寶貴。在李子壩等地，受地形限制，如果軌道和樓房分開建，空間根本不夠。於是設計師大膽創新，將兩者合二為一，既解決了交通問題，又滿足了居住和商業需求，結果意外成就了世界級的景觀。李子壩站因單軌穿樓爆火後，確實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一個普通的通勤站點變成了世界級的網紅地標。針對旅遊團扎堆和遊客體驗問題，官方做了很多寵客又兼顧居民生活的改造。以前遊客吐槽最多的就是想從樓底走到樓頂打卡太繞了，要麼繞行站外馬路，要麼穿行商業樓。2026年，李子壩站完成了更新改造，新增了14部電扶梯。這些扶梯直接串聯了1樓的觀景平台和8樓的桂花園路，形成了獨立的觀光通道。現在旅遊團上下流轉非常快，不用再像以前那樣人擠人繞路了。為了應對旅遊大巴和密集人流，還專門擴建了李子壩觀景平台。現在這裡不僅能容納約5000人同時拍照，還設計了黃金三角拍攝位，專門方便大家拍出經典的吞輕軌錯位照。這裡已經從單純的交通節點變成了一個文旅產業園。車站大樓一層設立了遊客服務中心和文創主題館，開發了190多款單軌穿樓主題的文創產品，比如冰箱貼、模型等，讓遊客能把軌道記憶帶回家。周邊湧現了很多特色小店，最著名的就是李子壩涼山雞，很多遊客都是看完輕軌吃雞，帶動了整片區域的餐飲消費。第二站，我來到了皇冠大扶梯，它曾是亞洲最長的一級提升坡地大扶梯，是重慶8地魔幻地形的開山之作。它全長112米，提升高度52.7米，傾斜度30度，全程運行約2分30秒。票價單程2元，連接兩路口和菜園壩火車站。在皇冠大扶梯建成之前，連接兩路口和菜園壩火車站的主要交通工具是两路口缆車。這條纜車線路於1953年建成，是重慶解放後修建的第一條纜車。隨着城市發展和人口增加，原有的纜車運力已遠遠無法滿足市民和旅客的出行需求，高峰期擁擠不堪。老式纜車車廂為木質，沒有減震裝置，乘坐時顛簸感非常強烈。皇冠大扶梯的建設是上世紀90年代重慶的一項重要市政工程。動工時間1993年2月，建成運營1996年2月18日。從動工到運營歷時3年多。建成後，它便以中國攀山第一梯的名號聞名全國，成為當時解決山城垂直交通問題的開創性工程。曾經的亞洲第一，如今是怎麼變成了亞洲第二？隨着重慶巫山神女大扶梯的建成和投入使用，新的紀錄誕生了。巫山神女大扶梯總長度達到驚人的905米，垂直提升高度242米，相當於80層樓高，由21部扶梯和多部電梯串聯組成，規模遠超皇冠大扶梯。雖然被超越，但令人欣慰的是，冠軍仍然是來自重慶。在重慶城區的第3站是要去體驗防空洞火鍋。重慶的防空洞火鍋是這座城市獨有的地下江湖，將戰備歷史與市井煙火完美融合。如今，這已不僅僅是一種就餐形式，更演變成了體驗重慶魔幻地形與熱辣文化的重要方式。吃的內容以紅油鍋底、毛肚、鵝腸等經典菜品為主。洞內空氣流通較差，火鍋的熱氣和香味會長時間停留，就餐後衣物會留下濃重的火鍋味，這是一種獨特的沉浸式體驗。喝醉的雲靠過叫你的咖啡廳，有過清澈的泥地，季節啊墜落山頂，回憶啊留在呼吸。
雲遊離天地，自顧自的虛擬，幻化成露珠和半島的烏雲。我遊離天地，自顧自的尋覓，只留下呼嘯和燦爛的秘密。歌曲唱着你我，他和他，在狂歡時清醒到哭泣，夢裡找到了回答。過去不能抵達，你呀，現在很忙。雲遊離天地，自顧自的虛擬，化成露珠和半島的烏雲。我遊離天地，自顧自的尋覓，只留下呼嘯和燦爛的秘密。雲遊離天地，自顧自的虛擬，幻化成露珠和半島的烏雲。我遊離天地，自顧自的尋覓，只留下呼嘯和燦爛的秘密。膽小誤入，親身實拍重慶豐都鬼城，陰曹地府、鬼門關、奈何橋、閻王殿都在裡面。今天我將親自探訪重慶的豐都鬼城，是國家4A 級旅遊景區，主打的就是陰間文化。豐都鬼城離縣城只有7000米左右，我乘坐網約車前往，基本是沿着長江行駛，風景比較壯闊，江邊停着許多遊輪。豐都鬼城的票價為90元。進去後就給遊客整了個詭異恐怖的大紅花轎，瞬間讓我想起了許多恐怖片裡的場景。接着往山上攀登，經過一條小路，即使是在大白天，這條小路也讓我背後直冒冷汗。路上沒有其他行人，路兩邊不斷噴出霧氣，彌漫着一種詭異恐怖的陰間氣息。不得不說，景區的氛圍打造確實是很見效。奈何橋始建於明朝永樂年間，原為遼陽殿附屬建築，橋長7.2米，跨度3.3米，拱高2.55米，橋面呈弧形，寬2.5米，橋下為血河池。古人曾在這裡放河燈祭奠逝去的親人。鬼門關是進入鬼國的必經關卡，在無常殿不遠處有一座漆黑的山門，橫匾上寫着鬼門關3個大字。傳說人死後都必須接受檢查，看看是否持有鬼國通行證、錄影。黃泉路，傳說人死後跨過鬼門關就會走上黃泉路。黃泉路上有火紅的彼岸花，花香有魔力，能喚起人生前的記憶。它是一條青石板路，搭配霧氣繚繞的燈光，營造出幽冥的氛圍。旁邊的導遊說，如果你正在遊覽黃泉路，手機響了，你一定不要接，因為你一旦接了，對方問你在哪裡，你只能回答說在黃泉路上，這個寓意就太糟糕了。望鄉台位於天子殿右側岩崖絕壁處，是一座六角式建築，高20.3米，樓頂重檐4翹角。傳說亡魂會在此處遙望自己生時的家鄉與親人。18層地獄是根據佛教傳說與中國本土信仰融合而來，是懲罰亡魂的陰間場所。豐都鬼城的18層地獄依山體而建，通過雕塑、場景還原等方式，將傳說中的地獄景象具象化。它分為東西地獄各9層，展示了各種針對生前不同罪行的刑罰，比如挑撥離間者會被打入拔舌地獄，小鬼用鐵鉗將其舌頭生生拔下；惡意縱火者則會進入銅柱地獄，被綁在燒紅的銅柱上受刑。每一層地獄都有獨特的刑罰和對應的罪行，
旨在警示人們要行善積德，不可作惡。閻王殿又稱天子殿，是陰間的最高審判機構。它位於酆都鬼城名山山頂，建築規模宏大，殿內正中供奉着閻羅王的塑像。他身着華麗服飾，面容威嚴，令人敬畏。閻羅王兩側是判官、牛頭馬面、黑白無常等鬼神塑像，他們各司其職，協助閻羅王審判亡魂。亡魂在此接受審判，根據生前的善惡行為決定其是投胎轉世還是打入地獄受罰。來酆都鬼城，我接受到最震撼的冷知識是有關閻王爺的。原來閻王爺並不是陰曹地府的最高統治者，閻王只是審判執行官。真正的頂層老大是酆都大帝，作為陰曹地府的總主宰，統管整個陰間秩序，相當於陰間帝王。在酆都大帝之下，還有十殿閻羅，閻羅王是十殿閻羅中的第5殿。按照公司架構來說，閻羅王頂多也就是個副總裁，按現在互聯網行業的叫法叫做 VP， 而且在10個副總裁中只排行第5。按照郭德纲的說法，算是 VP 中 P。這裡又涉及一個重大的冷知識，閻羅王的原型，民間主流認為是宋代的包拯，就是那個額頭有月牙的黑臉包公。傳說閻羅王原本位居第1殿，因憐憫屈死之人，屢次放他們還陽申冤，故而被降調至第5殿。他執掌交換大地獄及16諸心小獄，會先押亡魂到望鄉台見陽間家事，再依其罪行投入地獄受刑，比如勾心置給蛇吃、扎其身手等。看來閻羅王真是一個好官，不但秉公執法，還有臨終關懷，讓亡魂最後見見家人，可以說是非常的人性化。不過這樣的好領導卻從第1殿降級到第5殿，說明陰間也搞潛規則。酆都鬼城古為八字別都，東漢和帝永元2年置縣，已有近2000年歷史。名山原名平都山，因北宋蘇軾题詩平都天下古名山而更名為名山。據東漢列仙傳和近代神仙傳記載，兩漢時期殷長生、王方平在酆都名山修煉成仙，結合道教、佛教相關傳說，逐漸形成了酆都鬼城的傳說。酆都鬼城有众多與陰曹地府相關的景點，如始建於明朝永樂年間的奈何橋，是辽陽殿附屬建築。鬼門關是進入鬼國的必經關卡。天子殿最早修建於西晉，是鬼城的核心部分。現存建築為清康熙3年重修。酆都鬼城的鬼城文化融匯儒、釋、道等多種文化形態，以懲惡揚善、為善成和為核心，其時代價值被概括為揚善、懲惡、公正和美8個字，是巴渝文化中獨一無二的生死哲學課堂。其實觀眾們也能發現，鬼城的名字聽起來確實有些恐怖，但實際上裡面大多數景點卻給人生氣蓬勃，甚至有一些戲謔玩梗的積極樂趣。在我看來，這本來就極具哲理意義。在這裡更深刻地認識死亡，實際上更能喚醒人們熱愛生活的熱情，珍惜生命，愛我們該愛之人，多做正面積極的事情，讓自己的一生無怨無悔，這才是真正的向死而生。所以不管是幸福着的還是痛苦着的人們，都可以來這一趟鬼門關，接受一場生命哲學的洗禮，然後帶着滿滿的能量重新回到自己的生活，活出生命精彩。这一个就是最善良的鬼，人分善惡，鬼也分好壞嘛。This one is most kind. This one, because you can see sheep and the animals with her milk, and the sugar floating to the animals. So the different most kind. This one, and the fish is like the kind. 笑着跨过去，但这个笑有講究哈。笑呢，第一不能假笑，第二呢不能奸笑。第3更不能皮笑肉不笑哈，所以呢，我們像之前那個團隊一樣，哈哈，大笑3聲哈。大家呢準備好了，我們一起數到3、2、1，我們就一起順利的跨過去了哈。太過去了，就跑。
時候，不管是有人在背後叫您的名字，还是拍您的肩膀啊，都不要回头看。哎，这里呢，那第二个，待会儿大家走到黄泉路上呢，如果您的电话响了，有人给您打电话了，接不接电话哈？在这里呢，不要接，因为为什么？大家打电话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电话响了过后接起来，第一个问题，哎，喂，你在哪里呀？那你怎么回答呢？您不可能说我在哪，我在黄泉路上啊。水比较多，真的过量了，有点滑，这最大的不一样啊。所以说黄泉路呢，一般呢要排完3天3夜，到了最后第7天就会登上这座望乡台。有一句话不是这样说的吗？望乡台上望家乡，望的两眼什么呀？所以说告诉大家，不要想到树立人而不是取义啊，不要想到失去就会太多。这样别再受用是生命是你的，想要珍惜生命，珍惜当下才是最重要的。好，我们往前，天子令的前面就是第3道检查站，也是最后一道检查站。过了之后呢，我们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就到了。已经很久的历史了，最早的一座建筑。初建于西晋，距今呢1700多年了。后来这座殿堂在秦朝是过了翻修复建的，但是进去之前呢，有个小测试，检测您是好人还是坏人的地方了。这里大家面前这个石头叫做考罪石，考罪石呢是检测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的地方哦。男士用左脚，女士用右脚，单脚站在中间这个鹅卵石上面，单脚站立，然后呢眼睛一定要看着前面的神不如电4个字，是这4个字说神的眼睛像电一样光亮，可以看清世间发生的一切哦。如果这里正好，如果前方没有其他人或没有遮挡的话，您正好在这个尹天子的注视下，正脸上对的。所以如果在他的注视下再站不稳3秒钟，那就代表通过测试了，是个善良的好人哦。但是在这里要是站不稳的话，滑下来的呢，那可能是什么？做了坏事心虚了哟。在这里低头就低头认罪呀。大家感興趣的話可以來試一試。媽，你先試。就不感覺知道有我。小心哈，大家試一試就可以了。男士左腳，女士右腳哦。3秒鐘再下一對，可以了，可以了。小心，磕到腳了嗎？第一次踩到自己腳了。考究時哈，男左女右，男是左腳。這裡呢，待會咱們所有的朋友都要跟着我往裡面走了，因為這裡進去呢，我們不原路返回了呀，不從這裡原路出來了，我們待會走後門出去。反是這個人，所以大家千萬不要在外面等啊，在外面等到後面了都不從這裡出來了哈。但是好人的人考嘛，前面吧。大家試一試，待會呢我們往裡面來，可以試一試哈，朋友們。大家走上台階過後，稍等哈。走上台階過後，你看這裡左右兩邊呢，還各有2個人物，給大家介紹一下。在這個樓梯的左右兩邊，這裡呢，大家看到我們左手邊，這裡有個是穿白色衣服的，還有一個是穿黑色衣服的。這個白色衣服的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哪一位人物？開白無常當中的白無常的這個形象哈，你看見的他就是一手拿勾魂筆，一手拿生死簿，專門執行為善人伸手讓人婚姻的判決。相傳，如果他用這個勾魂筆在他這個生死簿上面呢，劃掉誰的名字，那誰就婚姻了，他就去世了。所以他也被大家稱為叫做催命鬼。但是呢，相傳有2種人很幸運，不在他的這個生死簿之上。第一個是生的。第二個是猴的。剛才講過的啊，因為在《西遊記》當中呢，是我們大家跟着往這邊走哈，去看一下陰天子娘娘。女孩子們記得對她笑一笑，保佑你們越長越漂亮的哈，保佑大家。先你幹工作呀，有些是幹工作的。是的，我们要人堵在后面。中国文化，